嗨，大家好！就在003福建舰上的那个小红车一跃而下，弹入水中，吸引了几乎所有军迷目光的同时，中国空军也来凑热闹了。这次空军端出的这道菜也是足够美味，那就是传说中霹雳家族的王者，射程可以超过400公里的超远程空导弹霹雳17。这是中国军网自己曝光的一张高清仰拍图，里面出现了4架歼十6。而其中竟然还出现了2架近乎满载的歼十6，实在过于惊人。歼十6也真无愧于炸弹卡车的称号。而且也许是为了展示，单机携带导弹的型号也相当丰富，包括了4枚最边上的霹雳10近距离格斗弹，一枚位于右翼下方的霹雳12中程空导弹，中腹部和进气口处的4枚霹雳15远程空导弹。当然，最让人意外的就是位于左翼下方那枚长长的霹雳17超远程空导弹了。光光的弹身也非常易于辨认，对比旁边弹长4米的霹雳15来看，这家伙的长度大致在 5.8 米左右，弹径也超过了400毫米。这么个大块头，重量自然也轻不了，应该会超过500公斤。歼十6这几种空导弹组合，射程覆盖了10公里至400公里的全部范围，真可谓大开眼界。而相比这2架全部披挂上阵的，右边2架则采用轻载方式，一中一近，非常单薄，而且也并不对称。而且最右侧的那架机翼内侧很明显的出现了2个很长的导弹挂架，这显然是为了挂在霹雳17而准备的。也许是中国空军不仅要高调给大家展示已经服役的霹雳17，连它的超长挂架也一并展示出来了。当然也存在另一种可能，就是最右侧的那架是刚刚完成霹雳17的射击任务，而正在编队返航中。霹雳17这款超远距空导弹其实早就出现在过互联网上了，很多国内外军迷都已经知晓，中国正在研制这么一款世界上射程最远的光杆弹头大哥了，只不过当时型号未知。那为什么说霹雳17的出现将彻底改变战场上交战双方的平衡呢？很简单，因为它将率先戳破对方的眼睛。由于预警机顶着那么大的一个雷达，本身就像个巨型探照灯，想要隐身是不可能的，因此通常空战士往往是躲在战斗机群的后面，充当高倍望远镜。所以如果能够先行猎杀对方的预警机，那么敌人就像蒙上双眼在战斗，战场的形势立刻变得单向透明起来。此前中国的霹雳15射程可达200公里，尽管优于美国 AIM-120D 的160公里，但还不能称之为质的超越。而霹雳17一下子提升至400公里的级别，那可就完全不一样了。400公里什么概念？简单来说，歼十6只需要飞至钓鱼岛附近发射一枚霹雳17，就可以将远在加沙纳基地刚刚起飞的预警机、加油机或者轰炸机击落，这将极大改变此后战场的游戏规则。那最新服役的这个霹雳17有何特点？为什么射距可以一下子增加这么多呢？其设计原理也被我找到了，这是此前在现代防御技术期刊上发布的采用高抛弹道的空导弹复合导引率研究，作者来自北京电子工程总体研究所。这篇报道的核心就是未来的空导弹将使用高抛弹的方式来打飞机了，这是与此前的平直弹道最明显的区别。高抛弹简单来说就是弹道导弹的非专业说法，换句话说就是用空射弹道导弹来打飞机，这听起来还蛮神的。弹道导弹通过一条完美的抛物线是可以用来增加导弹射程的，这一点毋庸置疑。最初是用来打击地面固定目标的，后来中国开创性的用弹道导弹来打海上移动目标，将其提升到了一个新的层次，这就是大名鼎鼎的东风21D 和东风26。而到了现在，中国又搞出了用弹道导弹来打空中飞行目标，这就是另一个维度的事情了。如图所示，面对敌方远在300公里之外从地面或航母起飞的空中目标，我方飞机在15公里的高度发射一枚弹道导弹，在爬升至30公里后进入平飞段，中段制导将采用 GPS 加惯性导航进行数据链修复，而后在300公里外接近对方目标时进行俯冲攻击，末段采用双模复合导引头对敌方预警机或者轰炸机进行锁定。图中所示的导弹是采用超燃固体火箭冲压发动机，不过从霹雳17光秃秃的弹径来看，并不存在进气口，因此应该还是跟霹雳15一样采用固体火箭发动机，而非冲压弹。那么弹道导弹的命中精度相比于传统的平直弹道如何呢？该文章还对此进行了仿真模拟，特意对空射弹道导弹轨迹以及目标进行了建模，仿真分析了高抛弹道的特点，
并在不同距离条件下与平直弹道相对比。结果表明，高炮弹对于中远距离目标具有更为良好的攻击效果。而且如图所示，在末端载入阶段，由于敌方预警机或者战斗机的机载雷达探测区位于机身水平面上，而上方30公里外来袭的导弹刚好处于其检测盲区，因此相比平直弹道，也将大大缩短敌方目标进行紧急规避的时间。这篇文章发表在2014年，看起来中国对这种超远距高抛空空导弹的研制，早在10年之前就开始布局了。霹雳10机直接将空空导弹的最大射程拉至400公里的级别，就算是被美军寄予厚望的 AIM-260 也难以望其项背。AIM-260 的最大射程被设计为260公里到300公里，明显是为了赶超霹雳15而来的。不过面对霹雳10机则完全没有优势了，而且这东西目前还在测试中，什么时候能装备还不知道呢。据美军预测，将在2026年才能量产，用以取代 AIM-120。美国现役射程最远的空空导弹就是 AIM-120， 是1991年就开始服役的老古董了，随后便开始一路升级，共衍生出 A、B、C、D 4种型号。最新型的 AIM-120D 2015年开始在美军正式装备，射程达到160公里。除了可以装备在 F-15、F-16 和 F-18 上，还能装备在5代隐身战斗机 F-22 和 F-35 上，可内置而不破坏其隐身性。这也是美军现役射程最远的空空导弹。不过1年之后的2016年，射程高达200公里的中国霹雳15就服役了，同样可以装备在5代隐形战斗机歼20上，实实在在让美军体验了一把刚服役便落后的尴尬。因此，美军为了应对霹雳15，开启着手研制新一代主动雷达制导空空导弹，这就是前面提到的 AIM-260。按照美军的计划，2021年开始测试，2020年量产服役。不知道现在测试的怎么样了，但其射程被设计为对标霹雳15的260到300公里，面对霹雳17仍然难以为继。不知道美国会不会临时推倒重来。不过即便是成功了，到了2026年，中国不知道又有什么更新的武器推出来了。离开美国，我们来到欧洲。欧洲目前最先进的空空导弹就是流星了，是由英、法、德、意联合研制，2016年正式服役，是全世界最先采用冲压发动机技术的空空导弹。冲压弹的优势在于可在大气层内持续提供动力，用以增加敌方的不可逃逸区，但劣势就是做不了高抛，影响射距，因此流星的射程就只能落在100至150公里的范围了。而俄罗斯方面则进展明显，可能是有了俄乌战争的刺激吧。就在去年，被部署在俄乌边境俄罗斯一侧的苏57发射了一枚 R37M 超远程空空导弹，命中了远在217公里外的乌克兰上空的一架苏27战斗机。该信息随后也被西方媒体和乌克兰空军所证实。217公里虽然无法全面展现 R37M 300至400公里射程的能力，但在目前的俄乌战场，大于200公里射程已经让美国和北约足够恐慌了。换句话说，只要俄罗斯空天军的预警机可以锁定北约的战斗机、预警机、加油机、运输机等空中目标，俄军就有能力在200至400公里的有效射程内，以6马赫的高超音速度将北约军机击落。而且 R37M 还是用准隐身的苏57内置发射的。要知道，霹雳17目前接近6米的长度是塞不进弹舱长度 4.5 米的歼20腹部的，除非后期对歼20的弹舱做重新设计。所以 R37M 既然能由苏57发射，那么苏30、苏35、米格29、米格31等也就不在话下了。因此，综上所述，在超远距空空导弹的研制上，中俄无疑走在了最前面，美国和北约则着实落在了后面。而此次霹雳家族如此高调的集体亮相，是不是也意味着中国下一代超远程空空导弹的研制也进入议事日程了呢？未来的确可期，我们一同拭目以待吧。好，那本期视频就录到这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